世人皆知，太傅虽不喜父母指婚的原配，却也相敬如宾过了20年。只因原配争气，养育的3个孩子都是人中龙凤。大儿子从文，官运亨通；二儿子从武，少年封侯；小女儿唯一，得传天下。所有人都叹太傅命好。但有一次，得知父亲为了别人把母亲丢在雨里后，3个孩子看太傅的目光越来越疏离。他们异口同声劝母亲和离：“孩儿再给您找个好的吧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廊下几人脚步匆匆。母亲，女婢掀开帘子，我扶着平机起身喝药，见3个儿女慌张急步进来，没等我开口，他们便围过来，争先恐后问疾。大郎何孝义刚从公廨赶来，俯身接过药碗：“母亲可好些了？请的什么医，吃的什么药，为何不唤女儿回来？”小女何元荣蹙眉为我诊脉。二郎何俊远被挤到后面，可能是着急，闻言脱口而出：“你满江湖跑，专等你回来，母亲不知还要病成怎样。”何元荣斜睨他一眼：“侯爷倒是日日在京城赋闲，竟也不知母亲病了好几日了吗？”两兄妹大眼瞪小眼：“要吵滚出去吵，别让母亲烦心。”最后还是何孝义摆出了大哥威严。3个儿女平日分开时比谁都让人省心，一聚到一起就变成小孩，3言2语就是争宠。我无奈望着他们，笑道：“是我嘱咐下面人别告诉你们，不过风寒而已，几剂药的功夫就好了。”但他们神情依然没有松缓。听到女使说是前日林雨病倒后，几人不约而同有些怔愣。正是我和他们父亲起争执的那天，入春后的第1场暴雨。争执的理由荒唐的可笑，为一把伞。那日休沐，我与何心隐去道观，儿女都已到了成家的年纪，想为他们求求姻缘与平安。何心隐显得心不在焉，频频望着一棵挂满红绳的菩提树出神。我没在意，静心求神。下山的时候，原本晴朗明媚的天忽而转阴，疾风狂吹，迎面便落下暴风骤雨。我们一行困在半山腰的小亭，唯有一位送行的小道给了我一把伞。2人打一把伞，倒也遮得正好。但意外来了，何心隐看到一对母女，非要把伞相让。那是一位病质纤纤的妇人，风韵如若花，只观她身旁的女孩，便可睹其年轻时的美貌。我认出她，当初何心隐绝食违抗父母，差点就能娶到她。听说是东风巷张屠户家的女儿，生母不明。后来张娘子3嫁丧3夫，过得不算好，也是可怜人。我观他们母女脸色苍白，本想着一把伞，送了就送了吧，等会再让小厮下山买几把上来也可。不过思忖间，张娘子泪眼婆娑，朝何心隐望了2眼，突然间就捂着心口晕倒在地。女孩哭着向何心隐求助：“大人，您救救我母亲吧。”何心隐见我愣着，猛地夺过我手里的伞，语气有些重：“不过一把伞也舍不得吗？你抢他的还少了。”说着，他撑开伞，快步向前，心里急了，险些滑倒。接着他不顾男女之防，背起张娘子。远远望着，女孩给2人撑着伞，3人在大雨泥泞中紧密前行，往道观上去了。也是一把伞，3个人还可勉强，4个人怎么躲呢？那日大抵运气不好，雨太大，山下没有买伞的商贩。我淋了很久的雨，这些小事没必要和孩子们说。奈何从小服侍我的李妈妈护短，心疼我，私下都告知了他们。何必说呢？倒惹得他们与自己父亲置气。我靠在床栏，叹道：“特别是二郎和蓉儿2兄妹，最近都不去请安，父子都疏离了。”李妈妈将暖炉塞进被褥：“哎呦，我的夫人，您这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性子也该改了。如今几个哥姐儿都出息，有人给您撑腰，哪怕只是将这么些年的委屈说一说呢。”闻言，我怔出神。清晨人迹，透过窗口，细雨霏霏如雪丝，如白发。这样冷的春天，梁上都没有栖息的燕。我低眸若有所思，抚摸腰间的发丝。景惠，我老了。话未说完，李妈妈先急着反驳：“夫人说什么呢？你才40出头，何况谁瞧见不夸您保养得宜，几10年容貌没变呢？”我缓缓轻笑。这些年梳妆时，她总是悄悄为我拔下白发藏在袖里，
变着花样为我挑选精致华贵的衣裳。可镜中的人还是一点点地败落，再好看的颜色也衬不出从前的光彩了。我握住李妈妈的手，言辞清醒。我们一起长大，我明白你心疼我，但再怎么也熬过20年了。孩子们正是奔前程的时候，需要何家这个靠山，更需要清白的名声。这么多年，为那个妇人已经毁了我和他的夫妻情分，再伤了父子情分，传出去岂不是又是一场笑话？李妈妈垂眸不语，只是叹气。有女使进门，传言夫人、二哥和三姑娘来了，说有急事。我颔首让她稍等，让李妈妈为我梳妆遮盖病容，再理好了衣裳，端坐堂前，这才叫2个孩子进来。2人立堂下，似乎一扫前几日的阴郁神情，笑着拜见母亲，龙章凤姿的出众仪表，叫我见了欣慰，笑问他们有什么急事。2兄妹似乎商量好一般，异口同声：母亲，您和离吧。2人惊异对看一眼，随即争着说：我师父很好的。接着又是异口同声嫌弃：你师父？我原本温和的笑渐渐凝滞，听着堂下2兄妹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辩。我师父陆灿金戈铁马，功绩彪炳千秋。何俊远竖起拇指，用力一抬：莽夫而已。何元荣不屑冷笑：我师父左春鹤乃当世神医，悬壶济世，心怀苍生。何俊远再争道：陆灿一品君侯，官比你师父大。何元荣高傲扬起秀雅下巴：左春鹤早年就被陛下征召，官位钱财随意挑，只是他不稀罕要罢了。他眼睛一转，胸有成竹补充道：何况师父与母亲青梅竹马，心性相投，师父至今都没娶呢。何俊远语塞半晌，咬咬牙豁出去，什么都吼了出来。我师父暗中心许多年，还藏着母亲小象，当初若不是打仗错过，他连抢亲都谋划好了。话音落，堂中鸦雀无声，众人呆若木鸡，李妈妈嘴张得都快塞下2个鸡蛋。我脑袋里嗡嗡乱响，余光看见何孝义先连进来，如见救星，虚弱朝他伸手：大郎，大郎回来了，快管管你2个弟弟妹妹。何孝义先上前扶住我的手，接着居高临下扫了2个小的一眼。2个小的怕兄长胜过父亲，憋屈低下头。母亲，他们确实太胡闹了。何孝义清冷声音宽慰响起。我松气，幸好大儿子没有养歪。谁知下一刻，就听我这从来克己复礼的好蛋儿慢条斯理接话道：那2人都配不上母亲，何离再值得托付的人，还得是孩儿的先生，连中3元，无妻无妾，洁身自好。孩儿的仕途都是先生看在母亲的份上，为了母亲顺心顺意，他丢了官位也要为孩儿铺平前程的路。母亲，您还记得他吗？太和2年的曲江宴，那位接到您手里飞至来的芍药，戴在鬓间，姓沈的状元郎。我指尖一颤，眸光引动。沈二，我怎么会不记得？但夫人。从前院急冲冲跑来的女使神情慌张，打断了我的失神。只听那女使结结巴巴道：主君带了张氏母女回府，说要安置他们。何俊远不听，则已一听凤目怒睁，撸起袖子就往前院冲。父亲是老糊涂了。等孝义与元荣扶着我到前院，二郎已与他父亲争得面红耳赤。他无名无分，凭什么进府？何心隐上前2步，挡住怯生生的张氏母女，面沉如水盯着二郎。就凭他是我的旧人，而我是何府的主人，你在外头再风光跋扈，在这里也轮不到你做主。二郎高大挺拔的身躯早已超过他父亲，但他从小都是何心隐最喜欢的孩子，性子养得张扬，心里与父亲亲近。小时候，他听过何心隐无数次举起他，骄傲唤他是何家的凤凰。可现在为了一个外人，何心隐斥责他跋扈。二郎很明显的受伤了，难以置信。父亲。何心隐偏过头，倾诉面容如岩石般坚硬，目光偏移，正好与檐下的我对视。我轻轻抬手拦住想要前去帮二郎争辩的元荣，四平八稳望着何心隐：你当真要他入府？何心隐道：当真。好。我眉毛都没抬一下，淡漠道：外家女子进府无非这么几个名头，一为妾，从角门抬入，妾生子女又无血缘，当由族人商议放养出府。话未道完，
张氏女面色雪白，揪住张氏的袖子：“娘，我不要。淑儿不是妾。”何心隐语气加重：“那便为奴了。”我微微笑：“奴婢进府，生杀予夺皆听从主母，主君不干涉妇人内事，如此，主君可安心公务，把他们交给我吧。”张氏凄凄仰视何心隐，显然是不愿为奴，更不愿落在我手里。何心隐官居太傅高位，从不操心内宅事，大至田庄私铺，采收经营，小至宴席的迎来送往，官家士族的人情打理。他永远两袖清风，不问俗事，偏生又最注重规矩。我将这些条例规矩抬出来，他也无话可说。但我小瞧了他对张氏的感情，以为这么多年过去，流云飞星似的，再痛心断肠的遗憾也该只剩一点浮光波澜了。可我哪里知道情义字的厉害呢？纵然人生过半，何心隐依然有豁出去为心上人争异于庇护的义气。那些深藏心底、无奈封锁的不甘，终于在看到心上人过得不好时，以一种忍无可忍的方式爆发了出来。为奴为妾，呵，他笑着，眼底却渐渐生冷，望着我：“你好大的威风呢！”不看儿女们的神情，何心隐拂袖，径直朝另一边大步走。杨生唤随身小厮：“舒琴，收拾东西。”他们进不了府，我也不进，套车去东山那处别业。一院子的人面面相觑，观我的脸色。直到何心隐再一次怒吼命令，他们才回过神小，跑着四散而去。寒风起，吹落院中海棠纷纷如雨。好好一个完整的家，竟有鸟兽散个投林的不祥气象。我隐在袖中的手指深深掐进掌心。不必宣扬，京城百姓对达官贵人的风花雪月自有一番灵敏的嗅觉。何太傅为救情怒奔出府，此等惊掉众人下巴的荒唐事，很快传得满城风雨。就连久病隐居在家的兄长也派人来问我出了什么事。我本想如从前隐瞒搪塞过去，怎奈袁荣憋了一肚子气，添油加醋与他舅母大说一通，一日兄长就强令我过府一叙。俗话说，不畏慈父畏严兄。爹娘去世的早，兄长刘季自小管我管得极严，唯恐我行差踏错一步。直到我嫁了人，表面看着把何家治理得有条不紊，兄长才放下心。年前兄长出征摔下马，新伤旧伤一起复发，病倒在床至今。我不愿让他再操一点心，因此每次见面都伪装得神采奕奕，瞒了许多事。若不是蓉儿告知，你还想瞒我多久？兄长见我从来不肯躺在床上，硬撑着坐在椅上，眼秀虚弱，咳了2声。屋里人都被他散去，我上前轻拍他后背，递过温热的茶水，蹙眉担忧道：“左神医不是说开了春就会好吗？哥哥你怎么瞧着更消瘦了？”兄长强忍着咳意，扶开我的手：“我是问你，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何心隐是不是要抬那女子进门？”“没有的事。”我揪着袖子，垂眸道：“他也是要脸面的人。”“脸面？”兄长嗤笑：“20多年前他为那女子闹绝食时就没有脸面了。”说着，兄长面色一冷。成亲时，他口口声声向我承诺，他已忘了那女子，和家人也百般保证不会让任何一个女子进府动摇你的地位。没想到这才几年，眼看我病了，拿不起刀，他们就打量着欺负起你来了。可……嗨嗨！兄长气急，俯身拿帕子捂住嘴，重重咳起来。不等我慌里慌张细看，他飞快擦拭干净唇角，将帕子塞进袖中。他撑着扶手垂头推我：“去，你回去，此事我自会让他给你一个交代。”观他这副样子，我眼含清泪摇头：“哥哥你别管了，此事我心里有数，你先休养好身体。”兄长打断我的话：“你心里何时有数？分明就一个忍字。”他见我不走，重重拿手杖对着地面闷响：“哭兮兮的做什么？回去告诉他，刘家的人还没死光呢。”回去后，蓉儿默默跟在我身后，半晌，她声音低落：“母亲，我不是故意告诉舅舅，让他生气的。”我敛眸走路，黯然摇头：“不怪你。”蓉儿的声音在身后，尚是16岁女孩的清脆天真：“母亲，我只是想让您知道，您不止舅舅一个靠山，我和哥哥们都长大了。小时候您护我们，如今我们也能护您了。之前我们让您和黎不是胡言乱语，父亲几10年的心从来没在家里，不管您操持这个家，
抚育我们有多累，他都视为理所当然。虽说子不言父过，但父亲实在令我寒心。这几日我和哥哥们专门去查才知道，几十年来父亲一直和张氏有书信往来。我一怔，猛然回头，他缺席母亲的生辰，险些忘记大哥的籍贯里，好几次借口公事不送二哥出征，还常因为我是个女孩不该满江湖行医乱跑而故意冷漠我。可张氏母女的每一次重要时刻，他都没有错过。去岁我及笄，祖母去世前留给我的绿梅簪，父亲说库房丢失了。可是那日我分明在张氏女的头上看见那只簪子。袁龙抬眼，眼里满是失望和对我的心疼。母亲，他对我和哥哥们尚是如此，从前对你是不是更坏呢？走过海棠树下，落花沾雨粘在鞋底，心也随雨滴落地，重重沉下去，泥泞不清。兄长自那日后病得更重了，别说替我撑腰，他连坐起来与我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。我日日揪心，往返何府与兄长家，倒是免去了分心纠结何心隐与张氏流言蜚语的苦恼。这日我从兄长那里回来，天色已黑，宅邸高墙内浮动湿润的雾。忽听竹林里有人声，我顿住脚步，让李妈妈熄灭灯笼，悄声提步上前。春夜深深，院中石灯昏黄，两个相对而立的人影，乍一看相似无比，细看原来是孝义与何心隐。两父子生得相像，同样薄而长的眼型，区别是何心隐的眼尾更内敛下垂些，显得多情寡断。何心隐不知说了什么，孝义一直沉默，良久，他开口问他父亲，此事母亲知道吗？何心隐眉眼在灯火交界处晃出一道淡漠的光影，他为你舅舅的病情忙得不见人影，哪有闲工夫管自家事？孝义轻笑，所以父亲就私自定了孩儿与张氏女的婚事，为母亲分忧。婚事？我藏身假山后，惊异看向何心隐。淑儿没有儿子，丈夫又都接连去世，身边唯有这么一个女儿。何心隐语气怜惜，也只有我能帮衬她了。孝义静静道，父亲真是活菩萨，陪儿子一生去帮衬一个外人。何心隐拧眉，这是什么话？那孩子虽身世单薄了些，人品却被淑儿教养得极好，你为官才几年，难道也学得与那些嫌贫爱富的势利人一样？我让你娶她，也是教你为官做人都需立足清流的道理。林间云雀受惊，扑簌翅膀高飞。父亲这时想教儿子道理了，可惜晚了。孝义声音是轻的，柔和且疏离。儿子从启蒙到科举求学，每一步都是母亲为儿子谋划。寒冬腊月，他为儿子添衣暖手，酷暑炎天，他帮儿子打扇擦汗。天下哪里有好的老师，他费尽心思上下打点，也要为儿子去求来。他从来不说我日后能回报他什么，而是总担忧为我做的还不够。何心隐看着似乎愣了神。那些时候父亲在哪里呢？孝义侧过脸，大家都说何家有福，父亲命好，有祖辈积德荫护，这才几个子孙个个出落的有出息，连陛下都赞叹咱们何家门庭变生芝兰玉树。孝义泰然一笑，他们不知，没有母亲，我和弟弟妹妹什么都不是，就连婚事他也不催促，只要儿子喜欢就好。说着，孝义言辞陡然锋利，可父亲明知张氏为母亲心中芥蒂，还想让儿子在舅舅病重的关头娶张氏女，是要儿子专戳母亲的心吗？一席话说得何心隐哑口无言。为夫为父，他都做得失责，还有什么可说呢？父子俩相对僵持着，我默默示意李妈妈离开。快走到主院的时候，我终于忍不住踉跄了一下，仓皇扶住水边的太湖石。夫人，李妈妈忙上前扶住我。我垂眸盯着湖里黑冷冷的水光，久久盯着，直到鼻酸无法压抑，眼前蒙上一层泪壳。景惠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哪怕他再不在乎我，至少会分出一点真心待他的孩子们。可刚刚你听到了，他为了那个女人，何家的名声，孩子们的前程，他都不要了，全赔出去，不要了。夫人，李妈妈忍着泪来拉我，哽咽道，您身子自上次淋雨后本就虚，又为将军的病操心，先顾好自己，这些事以后慢慢来啊。不能再慢慢来了。我缓缓用力抓住李妈妈的手。兄长刚病重，
何新颖便把算盘打在孝义身上，有那俩母女在，日后不知还要翻多大风浪。有些事必须做个了断。我稳住神，让李妈妈找出彩礼、嫁妆单子，并近年来田庄铺子的各项账册。没想到下定决心和离时，最忙的却是算盘。几十年的田铺财产分来算去，足足费了3个整夜，而算清夫妻情分的时辰，竟就只有那么一瞬间。那日祠堂内，在族人与儿女见证下，小厮拿着长长的和离单子，一直念到了黄昏。我和何新颖分坐两侧，从始至终没有一句话。这样的年纪闹和离，实在罕见。外头流言传得厉害，说何新颖为一寡妇逼走正妻。起初何家亲戚都来劝我，请我念在故去的公公婆母的面上，保全何家的声名。他们说，何必闹到这一步？你如今儿女双全，诰命加身，纵使外头那女子再得宠，有家规在前，何家也绝不会同意让她入府。何家不同意，何新颖呢？我还是何家主母的时候，他就敢瞒着我私自把张氏女许给大郎。若我有个3长2短，日后孩子们的前程岂不都由他摆布？一想到我在前头夙兴夜寐操持这个家，何新颖在后面悄悄拿好处去贴补张氏，我就直犯恶心。亲戚们看我立场坚定，又去找3个孩子说道，谁知碰的钉子比在我这更硬。孝义面上如沐春风打太极，背地里找了不少官场上的朋友替我出谋划策分家产。若不是我苦口婆心说日后何家最终还是他们3兄妹的，他都快把何家搬空了。俊远从小就不耐烦听那些叔婆饶舌，加之他生的人高马大，尸山血海拼杀出来的气势，单单拎把剑站在我面前，两眼睥睨一血，那些讨嫌多嘴的人便只敢讪讪离去了。至于袁荣，他好像觉得哥哥们使的力气还不够，写信把他云游在外的师傅请来，一门心思要把他那说1不2的暴脾气救治好病，好为我再添一座有力的靠山。那晚我在门外看着他们打开各自院里的库房，把今年的赏赐积蓄都摆出来。袁荣挑着这个给母亲，再从哥哥们箱子里挑这个也给母亲。俊远都懒得挑，直接叫人到时候全部抬到我那里，还有些不放心问他大哥，够不够？哥，你确定把家里大部分值钱的东西都算给母亲了？孝义挑眉，这是自然，我都把先生请来帮忙了。当年户部缺钱缺成那副穷鬼样子，他都能从老尚书口袋里敲竹杠，支援你在边郡打胡人。别提这次还是为了母亲和离分家产，先生2晚上没睡，都精神奕奕呢。烛灰与月光交织，汇聚成一幕暖融融的画面。我原本上有些忐忑不安的心忽然就定下来了。还有什么可踟蹰呢？昔年幼小纤弱的孩子们都已平安长大，就算往后没有我，他们彼此扶持，也不会轻易被人欺负去。有得必有失，上天给错了我一段姻缘，又赐予我3个珍宝，平生已知足了。和离比想象的顺利，何新颖竟然对和离单子上从他府里流出的真金白银毫无异议。他看上去很平静，甚至还有点恍惚，大抵是高兴的吧。毕竟这次没有父母阻拦，正气碍眼，凭他身居的高位，如今若他非要娶张氏，族里人又能拿他如何呢？无非又给外人添几段闲言碎语罢了。我不再多想，最后一次望了眼这个困了我20余年的宅邸。李妈妈陪着我，忽然道，姑娘，您还记得您出嫁进来，盖着盖头下马车时，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我疑惑望着李妈妈，那么久的事，早已淡忘了。李妈妈记得清楚，也是春天，黄昏落了细雨。姑娘才15呢，刚及笄，胆子小。您伸手出来扶着我，冰冷，连牙齿都打着颤。您说，景惠，路好黑啊，我怕。李妈妈倏然眼红落泪，笑道，如今可算走出来了，姑娘再也不用怕黑了。我正愣住，感觉一道风吹来，草木簌簌有声，似天地迟来的叹息。太和2年的季春，兄长说他有一同窗好友，是金科探花，姓何。兄长摸了摸我迷茫的脸，手里是陛下急诏出征的圣旨。他家世好，人也重情，虽有过一段与他人的过往，到底都过去了。早早为你找个托付，哥哥出征才放心。
我明明是迟疑的，眼前闪过是曲江宴上接过我投掷的芍药，戴在鬓间的那位少年郎。但看着兄长年轻却疲惫的眼睛，我下意识乖顺点头。兄长笑了，好姑娘，你放心，他若负你，哥哥远在天边也赶回来揍他。然后便过了26年。平康10年的暮春，我搬离了和府。这一年我40有1，孝义为我寻了个颇宽敞的府邸，依山傍水，夹岸遍植桃、杏、一玉枫，落英缤纷。母亲喜欢花，后院还有一大片芍药呢。我边走边叹，笑道：难为你找来这么个灵巧的。孝义眉眼柔和，这不算什么，日后待儿子在官场安定了，便寻个外放，最好是江南，届时带母亲去那边居住。好，哪里都好。我微微笑，拍拍他手背。正走着，步入一处水岸，岸上有拱桥，背立一位穿青衣广袖的瘦削男子。如何还有旁人？我看向孝义，孝义装作没看见我的目光，仰头看天。哎呀，这个时辰了，我该回部里处理公务了。说着，孝义作揖笑道：母亲，刚好这宅子就是先生的旧宅，他陪着您比儿子还熟悉些，儿子晚些时候再来。我诧异睁大眼，大郎你。孝义一边优雅后退，一边飞快嘱咐道：母亲就定这宅子了啊，若是阿远和蓉儿再给您介绍别的，您可千万莫去，儿子钱都交了。说完，他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一眨眼就不见人影。这几个小混蛋，感情牵红线，当月老的心思还没散呢。我无奈处在原地，略微无措，看向水岸上的人。青衣男子回首，鬓发乌黑，眸胜秋水，一如往昔，修长指尖拨弄一枝鲜艳的芍药花，轻轻朝我颔首。沈之年，真的是他。不知沉默了多久，我才开口：不过看宅小事，道类先生拨冗相陪，是我家大郎唐突了。沈之年摇头：夫人客气，某一介闲人，平素在家也不过看花游水，荒废时日罢了。我便想起他早已辞官。之前听孝义说，当时孝义出进官场，尚不懂做官要和光同尘的道理，耿直得罪了上级，被使了许多绊子，举步维艰。而那时何心怡因为家世清贵，自视孤高，在东宫专为太子讲学，不问俗事，六部的弯弯绕绕根本不清楚。何况父子同朝为官本就引人注目，他不屑与那些蝇营狗苟的小人相处，担心因为伸手帮儿子而受台谏弹劾。沈之年则不同，寒门出身的他从翰林为官时一直扎根时事，因为出身的不易，他更懂得关系网的重要，在官场也更混得开。身为孝义科举上的先生，沈之年可谓尽心尽力。后来他因为好几次不留后手庇护孝义，被同僚抓住把柄，索性他便辞了官，将这么多年朝中交好的人情送给了孝义。要知道，那时他可谓风光无限，在内阁眼见着便是下一任首辅。他声名传天下，却只收孝义一个学生，名为师生，情似父子。这个人太好太好。我余光看着他依旧乌黑的鬓发，挺拔板正的身躯，岁月格外宽待他，让他这么多年还如天上月似的。再看我自己呢，春光将湖面照得清澈，投影着我单薄的面容，鬓间有一缕银白隐藏不住，狡猾钻出来，刺痛我的眼。一出神，脚下险些被鹅卵石滑倒。夫人小心。沈之年隔着袖子轻轻捉住我的手臂，眼底有纵容的笑意。我猛地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后退2步。这举止失礼，好像刻意疏离。沈之年手僵了僵，有些慌。我冒犯了，夫人。我沉默了须臾，摇头，提裙往门口走。离开时，李妈妈掀开马车车帘，忧虑对我说：沈先生还立在门口呢，面色好苍白。姑娘，您和他在桥上说了什么？什么都没说。我颓然靠着车壁。什么也不必说，终究还是没有勇气。兄长的病好多了。知道我和离后，他默默良久，最后长叹一声：是哥哥误了你。不是兄长的错。我刚开口，兄长便打断，悔道：若不是我眼盲看错了人，你如何会受这些苦？他重重拍了下腿。唉，其实当初沈二比何家早一步向你提亲。我惊愕抬眼。兄长说，只是我瞧他那时父母双亡，家世单薄，
不如何家知根知底。我在沙场又悬着性命，怕哪一天我去了，他护不了你。谁知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呆呆坐着，兄长越说越懊恼，心里窝火，踢开凳子，提起墙上的大刀，踹门出去。娘的，老子去找姓何的要个说法。门口刚想推门进来的嫂嫂被吓一跳，你哪儿去？不吃饭了？吃个屁，早气饱了。兄长一副杀人的架势，怒冲冲的就奔何府去了。嫂嫂翻白眼，又发神经。随即他换了副温柔模样，轻言细语朝向我，令贤，来，咱们多吃点。哦，好。我还没从沈之年曾经向我提过亲的事里回过神，捧着空碗傻傻咬着筷子。嫂嫂难以言喻看着我，摇头低声感叹，真是一个娘胎出来的兄妹，莫名其妙。一个时辰后，兄长拎着刀回来，已换了副奇怪的神色。嫂嫂挑眉看了眼他身后，问他不是要杀人？何心隐的人头呢？兄长摇摇头，放下刀，坐下颇有些幸灾乐祸，对我说，算啦，先不急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，他倒霉的时候才刚开始呢。此话何意？兄长道，他如今在官府为外头养的那女人一脑门官司呢。兄长说的没错，何心隐真有够倒霉的。听说他刚和我和离的消息传出去，张氏便百般求着他迎娶。谁知何心隐竟没有这心思，他说为了旧情，便仅仅只是给张氏母女一娱安身所罢了。他将张氏母女安排在东山的别业，给了不少银钱，自己仍然每日下朝回何府，哪怕儿女都不待见，他也忍着，就是不再去东山。这一举可把张氏急坏了。起先他还能温柔小意地过来煲汤送医，后来见何心隐不为所动，竟然唆使女儿用下药的手段勾引大郎，大郎直接让人把女子扔进池塘，好几天不回家，住在部里。府里闹得鸡飞狗跳，没有主母操持，管家递来的账册堆成山，何心隐忙完朝事，忙家事，烦得焦头烂额。有一次，父亲忙昏头，上朝鞋都穿反了，丢脸死了。袁荣捂嘴扑哧笑，我无奈看向他，你呀？袁荣鼓着脸，不满道，父亲不经历，就不知道母亲这些年的辛苦，而且父亲把那女子当心上人，也真是够没眼光的。他凑上前，眼睛亮晶晶，母亲您可知道那女子之前的3个丈夫是怎么死的吗？我道，听说是病死的。非也。袁荣道，那几日二哥哥见那女子行为急躁的怪异，好像不嫁给父亲就是死路一条一样。二哥哥心里疑惑，便留心让大哥找人查到那女子的老家，谁知遇上一个仵作，得知那3个丈夫的死颇有隐情。仵作说那2年张氏一连克死3个丈夫，所以他十分有印象。验尸时有县官帮着遮遮掩掩，仵作也无法细验，只好仓促任由下葬。而且那3家人这些年也一直怀疑不定，那3位丈夫的情况都差不多。平素从未生大病，只因样貌丑陋，虽家中有富财，一直也挑不上中意的媳妇。直到张氏出现，哄得丈夫神魂颠倒，为她散尽家财，临死前遗书还专门嘱咐不要张氏守制，随她嫁人。听到这，我毛骨悚然，难道那些人的死都是张氏？袁荣道，何止呢？那张氏还和县官勾结，把那3家人以莫须有的罪行告到牢里，关了好些年。最近因那县官因别的事被言官弹劾，这些事才被人所知。袁荣抿唇，昨日惊动了大理寺，找到府里抓人，张氏还抱着父亲的腿哀哭，求父亲救他呢，所以他才这么急着要嫁进何府。从前他以为县官能为他遮黑掩白，便觉得何心隐这么大的官，更可以保护他一辈子不遭报应。可他哪里知道，他能这么多年留在何心隐心里，凭借的是那一抹纯洁无辜的倩影。如今他亲手打破这个幻影，把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何心隐面前。以何心隐的清高，他是宁愿把那颗联系过他的心剜了，也不会为他脏了手的。事实如我所想，何心隐看到那些铁证如山的状纸，一言不发。在官府衙门前，他望着张氏，他如从前般楚楚可怜，抓着他的袖子。这一次眼底的怕是真的，绝望也是真的。可何心隐大概再也不愿去看了。
他抽出旁边护卫的佩刀，寒光利落麾下，张氏瞠目，袖子猝然分开，与他一刀两断。不远处，我让袁荣放下车帘，袁荣觉得没有看够，撒娇让我多留一会。母亲，难道您不解气吗？哥哥们因为有公事要忙，错过此场面还颇为可惜呢。我怜爱望着女儿，想起自己在她这个年纪，也觉得怨言一定要述，恨意一定分明。有时候被何心隐气地瞪着她咬牙切齿，悄悄在她官服内侧绣王八，看着她衣冠楚楚穿着去上朝，心里不知笑了好多回。可现在一切结束的时候，我却发现自己对她已无话可说。又是一场雨，雾气朦胧地落下来。何心隐永远挺直的背似乎弯了弯，她没有带伞，这一次轮到她被淋湿了。番外，当何府3个儿女各自遇到意中人成婚的时候，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为母亲的后院添一位良人。当然，人选还是那几位。他们的母亲刘令嫌烦不胜烦，索性趁天朗日清的好时节，避到江南去了。为此，大公子何孝义对他的先生有许多抱怨的话。先生，您前一招扮猪吃老虎，后一招以退为进，似乎都并未有胜局的意思啊。棋盘上慢悠悠落下一白子，执棋的手修长如玉，沈之年神情从容，棋局未完，输赢未定。何孝义不看好，叹气道：我那2个弟妹的师傅可都虎视眈眈呢，先生您再等下去，母亲可又要和您错过了。沈之年指尖抹撒着棋子，目光掠过何府庭院里栽种的芍药，有些正神。他记起多年前的曲江宴，他红袍骑马，被许多姑娘的鲜花钗环砸得有些郁闷。正想直将快些穿过石桥时，怀里忽然多了朵艳丽的芍药花。他抬头看去，是一位抿唇娇笑的小姑娘。春日暖阳下，她的眼睛是那样的明亮，一刹那，天地都失了颜色，唯她一人光彩熠熠。后来他们错过，他打听到她的夫家很是显赫，他便想啊，定是她还爬得不够高，姑娘的兄长才不愿让珠玉蒙尘，所以他发奋向上，逢迎了许多他厌恶的小人。可等他到了高位，赴了贵宴，看到姑娘和他的夫君，那男人只顾大步往前走，都不肯慢一步扶一扶已经怀孕的她。沈之年远远看着，心如刀割。他没有立场插手去扶她，只好转还于扶持他的孩子，至少日后他儿子有出息，他也能有底气在夫家立足。仅仅如此，能为心上人做事，他便很满足了。棋子声响，沈之年回神，答道：从前他从未自己选择过，出嫁的人是兄长选的，嫁过去的人生是夫君定的。以后无论他选择什么，只要他自由自在，肆意开怀，我便觉得很好。他只是不愿再看到那对明亮眼睛在蒙尘了。何孝义闻言愣了许久，忽然又听他先生话锋一转，温润笑容里暗藏威胁：不过你小子收了我这么多好东西，为师也不求多的，日后若有个山高水低，得让我埋在你母亲身边，可明白？何孝义唇角抽了抽，心想他亲老爹都没这待遇呢。他父亲何心隐当年经历那件事后，便辞官退居在家，住在前妻常待的院子，把那些芍药花如珍似宝养着，仿佛弥补着什么。可退居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何心隐好几次半夜心悸醒来，身边空落落，他无法入睡，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剜去了。前妻的东西除了那些芍药花都没有了，他只好翻出从前前妻为他做的一件官服，紧紧抱在怀里，眉间失落皱起，睡了过去。谁料翌日他醒来便一直吐血，几个太医都束手无策，诊不出病因。二郎何俊远棺材都差点备好了，结果没几日他又不再吐血，虽然时常心悸疼痛，找不到缘由，到底是无碍。只不过那一头曾经与前妻相缠并卧的乌黑长发，从此变白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